大家好，又是踩到一半，然后忘记录影，所以大家看到已经踩到差不多了。然后今天主要是要换后开闭盘，因为我在上一期我那个开闭盘，我在拆装的时候就有发现，因为这台车的车主怎么说，他也是买二手的嘛，然后一个女孩子什么都不懂。然后到我接手的时候，我是有发现这台车的很多部件都很奇妙，螺丝少很多，或者螺丝根本就不对，很像是拼装车，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在上次在拆后开闭板的时候，在拆整个传动的过程中，我就有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很正确，像前普利盘状况。前的普利盘我知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去拿原厂的，因为我想要看，我记得好像朋友那边有，他们都是改装，然后还很新的，原厂就换下来。然后今天先跟朋友拿这一组，这一组是他们是说是4代的4CW，然后他们是说一到4代的后开闭盘是都可以共用的。加上有一篇讲到，我在加速的时候起步之后会扣一下，偶尔会再扣一下。我有本来是想说会不会是吊架的问题，但是大概看了一下吊架里面没有断到说你加速的会扣一下，所以可能先排除那边，因为我听声音也是感觉很像后面，但是不是每次都有。反正拆下来看看它到底是进站的，还是他拿什么东西装上去的，也许是那个造成的，也说不定。好，大概就这样，然后拆的过程我就先省略。好，外盖现在已经拆开来了，然后皮带的状况松紧度还不错，然后好像有听到一个什么松动的声音。齿轮，该不会是齿轮的问题吧？因为这样子转的话，也有可能是开闭盘。好了，先这样子，再继续下一步。顺便再测试一下那一把 Makita 木田的那个电动冲击扳手，它的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用，它的状况 OK 吗？试试看。19的套头，OK， 还蛮顺利的就下来了。我用漏档，就是它，但是拆我不确定磅数准不准，它是它的氦档是195牛顿米，然后漏档是140几吧，我大概都自己150、200，目前 OK。然后它原来的开闭盘也是4CW的，所以它这后面有可能是都装4代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说，这台应该就是联合国。没办法，二手车，尤其是女孩子，你很多不懂。然后像我听原车主说，他车跟他车子买的那一家，他也是都因为就在他家附近而已，然后都就近嘛。然后我记得我这台车刚回来的时候，我有拍一片，他那个机油很扯。机油尺打开，它那个油面整个是满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一间这台到底是什么状况，会让那一间这样子做。
这个开闭盘比较一下，大小是一样，然后宽度有点差，宽度有差一点点。当然了，这样目测不是很准，但基本上看得出来是有差一点点。然后离合器提片是都差不多，只是到底是哪一个的问题？然后这个之前那个朋友他应该是有改装的大弹簧，因为我是不确定。齿轮的声音吗？目前两个开闭盘的大小，开闭盘的大小，这个里面也有打标，它是开闭盘是点开闭盘，它的离合器片是4CW，开闭盘也是，然后应该提片。我还是觉得先换回来这一整组啊，目前看起来只有可能大弹簧不是原厂的，其他的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都是。然后米亚令鼓，其他的应该是都差不多，感觉啊比较保险一点，因为这一颗，讲实在话，这一颗是什么车的？上面也都没有标示，然后开闭盘感觉好像有差一点点。然后这个应该是副厂的，上面有一个贴纸，你看得出来就是副厂的。这个整个都打编号嘛，我刚刚有讲4CW，然后这边也有，前面这边也有显示，所以应该这一整组都是4代原厂的。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说改装品不好，而是第一你根本搞不懂它当初是怎么使用的，所以我的感觉应该是先全部换回来好了，好吧，就先全部换回来4CW，因为很确定这一颗整颗应该都是4代的，然后这一颗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然后离合器提片感觉，因为离合器提片里面又有小弹簧，又不知道它小弹簧是配的是多大的，好吧，就先换回来，全部换回来4代的看看好了。
我上一次换前面的时候，这个机车行老板说轴心我牙有点问题，但是我记得我上次看没有问题啊。没关系，先这样子好了。一样，它有正反转，然后high low。我想我都是用漏档，先用漏档打好了，比较保险一点。诶，没有那个锵锵锵的声音了。来试发动看看。有没有那个锵锵锵的声音不见了？没有听到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开闭盘里面可能哪里有什么状况。它这个弹簧好像也是改过的，因为里面有稍微大概看得到缝里面那个有字，先留着看起来再说好了。基本上像这种东西在锁，我会习惯性的看，譬如说，这里有没关系，我会譬如说我先插进去的时候，我先看，譬如说这个19它在哪里，然后在打的过程中，它在转动的时候到哪里变慢，那就有可能是因为它的磅数到了，它打不太下去了。我相信这种东西应该不会打到150吧。没关系，先这样子，先来试骑看看。刚刚试骑了一圈，应该怎么说？差别是4CW 它原来的，当然了，我们先假设它真的是全原厂，它的小弹簧比较硬。因为感觉得出来转速要拉得比较高，车才会动。然后，原来的这一颗大概转速蛮低的时候，它就小弹簧就开了，就咬得住完工。这个咔的声音不见了，所以先这样试骑看看，弹簧。皮带的松紧度也是不错，基本上如果正常的话，如果普利珠、皮带、开闭盘、提片这些东西都正常的话，它应该会维持在一个水准上。像有的时候你的提片如果磨损的太薄，或者说提片的状况完工的状况也不是很好的话，一样你也是会觉得说。转速拉得比较高，它才会动，车才会开始动，这也有可能。其实很多时候这都是经验谈了，只能一步一步的跟各位讲。如果说你们猜到这个程度的话，大致去压一下皮带，它的松紧度跟汽车的皮带也是都这样压，然后看上面的字，然后稍微摸一下它边边这个橡胶跟布。它有一层类似织布的东西，看它的翻卷的角度有没有很大。如果翻卷的角度很大的话，也表示它的磨损，它就是橡胶磨损吃进去以后，它那个上面的皮带面就会往上翘。目前看起来下来状况都还 OK， 骑乘起来感觉就是换了这一组以后，
它的起步转速变得比较高一点，也有可能因为这组放的比较久，可能皮带面这边有点比较脏或什么，骑一阵子骑看看。好了，目前就先这样子。然后扣的声音可能就再抓看吧。然后今天的不知名的开闭盘换回来4CW，顺便也证明了就是4CW给1代装也是 OK 的，只是可能弹簧的配置啦，可能弹簧的配置再试试看。好啦，今天开闭盘的更换及实验性的换装就到这边。在锁外盖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外盖内部多半会有几个像圆孔的那种固定销，有的时候你是上去的时候，记得尽量就是平面，整个平面一次上去，然后上去以后你要稍微敲看，会不会像跷跷板一样会有不平的状况。如果有不平的状况，表示你有可能是里面的那个防水垫片跟固定销勾住了，所以你要基本上你就是调整到整个平面放进去以后，你稍微去摇晃它已经很稳固的整个平面跟平面结合以后，再开始锁螺丝。然后因为进站的都是这种螺丝，我已经锁2颗上去了，我是刚刚才想到，进站的多半都是这种螺丝。有没有？它会多一个类似挡住，你就锁到这边就是固定了。因为我这台刚买回来的时候，断了很多根螺丝在里面，所以我刚刚在锁的时候，才突然想到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的车子，如果你看到这种螺丝多半都会跟着有这种塑胶橡胶垫片，这种螺丝基本上你就是锁进去以后，用手锁就好，用手锁，你只要觉得有紧了。再出一点力它都不会动的时候，你不要硬吹可能就是断，你就稍微锁，你觉得锁到紧了，再出一点点它也不会再动，就是因为这个面顶住了。这种螺丝你再怎么锁，你太用力锁它就是断给你看，所以一样就是bug。有时候锁这种螺丝要注意，只要锁进去觉得有紧再出一下子就好了，你不要一直硬锁，因为这个锁不下去了就是断掉。好，补充的就是这个，谢谢，拜拜。